吉是一个社会化失败的屁孩，一个50岁的中年人，大喊你根本就不懂我。他身边的一切从外到内，他都无法控制。他流露出来的他讲话的逻辑，他在意的点的中年危机。呱吉要舔又舔不够，其他人他妈的都是阿萨布鲁骗钱骗流量的，是他妈到底上了多少绿媒通告？我拿600万补助，整天被黄日修考试。他打从心底瞧不起八囧跟四叉猫，八囧四叉猫流量比他高。真正的原因是他以为他创造了时代，时代创造了他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这几年我看你的订阅数上上下，心里一直默默为你加油啊！我刚刚终于了解，刚听了你骂四叉猫，完全没留情，我没意见，毕竟冷暖自知，只是看透了。你看清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看清，你根本就不懂我。网红分析工具首推最有口碑的就是网温嘛，怎么10名都不见了？呱吉去哪了？在1个月的平均值里面，呱吉甚至排名第25，而且关键字是黄世修。为什么？这样到下呱吉他固定开直播，在某一集直播的时候呢，聊到我。呱吉他一开始先说，我真的不在意黄世修啦，黄世修什么咖，讲一大堆，我真的不在意黄世修，我真的不在意他。他骂我骂了半个小时，口口声声说不在意我，然后骂我骂了30分钟。他说黄世修这个人哦，这几年来就是靠一张嘴搞核能议题，然后也没有工作。呱吉就说在业界工作过，我们看一个人要看他的 achievement 成就这件事情是做给别人讲的。我觉得一个中年人在公开的直播上情绪失控，而且还动用了暴力砸东西，那个形象，我觉得这个形象是非常难看的。你可以关起门来做，不管你要流泪，你要怒吼，你要砸东西，你不应该把负面表现给别人看。你在当下是一个公开直播的场合，那是在你家的房间，但是透过网络公开的直播，那就是一个公众场合，不只是你私人的房间，全网络都看得到的公共街，而且会留下记录的镜头，展现你的情绪失控。那我就觉得，第一个，你这个人情绪失控又有暴力倾向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当朋友。甚至我觉得，如果我是你的家人，我真的会怕。他是一个成年人，他是一个中年人，他是一个社会化失败的屁孩。我一个亚斯伯格可以说你是一个社会化失败的屁孩。一个50岁的中年人，大喊你根本就不懂我。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国中生，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讲，你们都不懂我，就算了。这个中年人，你中年了，你根本就不懂我，你把我懂个屁！砸东西砸麦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要懂你。我未来还是会站在四叉猫这一边，我只是对他这个肉收的行为不太认同。好，然后就被青鸟抖内去批他说你不够挺四叉猫，好，那他就破防了。对，可是他破防的理由，他口中表面上说的是，我认为这些人都很极端，我认为这一些人都没有在做说服易文成这些四叉猫，他还特别点名哦，四叉猫、八囧这一些人都只是在做流量，都只是在巩固同温层里面的信任。所以他真正情绪失控的是他羡慕嫉妒。对，真正破防就这句话。你的订阅数上上下下，他打从心底瞧不起八囧跟四叉猫，八囧四叉猫流量比他高，这是他真正心理破防的原因。今天任何一个 YouTuber 能够接受什么叫上上下下？错了，上上下下就是下下下下，就是他喜欢说，我真的都不在意，我一点都不在意黄世修，黄世修算什么咖？然后讲了30分钟，然后以下2000字就在骂黄世修。他每次都玩这一套，我已经看过他太多次。但是党怎么看他呢？党把呱吉、四叉猫、八囧是画在同一类。一起的，你们就是侧翼，你们从头到尾都不是正规军。呱吉是50岁的人，呱吉要舔又舔不够，他又觉得他在舔的里面他是有格调，他是其他人他妈的都是一大堆阿萨布鲁，都是一堆戏子，都是来骗钱骗流量的，而且靠补助的。他一定心里想说，八囧不知道到底跟曹新人凹了多少钱啊，四叉猫到底上了多少绿媒通告啊？我拿600万补助，我要整天被黄日修考试。我说奇怪，他一直放音乐没有版权吗？然后我们的老瓜粉就他没差，靠政府的钱就好。连你的老瓜粉从高中生听到大学都快毕业，被老瓜粉数落。他说他没有脱粉哦，他还是喜欢他那种去有听听音乐的感觉。可他也很久没看。
其实说到底最重要的是新时代的网红，重点是深耕垂直领域，什么做价值付费服务，做 React 表现回收，所以你金主必须是你的广大粉丝群，不再是靠着把流量去做变现，因为现在比辣比香比下贱比没有任何下限的，没底线啊，你真比不赢，八九那种程度，这真是比不赢。你如果这样玩，那最后什么？你只能被你的老瓜粉说你靠政府的钱嘛，会自由不了，你得跟他们绑定，那你又不屑他们，他的分裂你知道吗？你就被权力控制啊。我说实在，自由身才是千万金难以换到的。他是一个把自己包装成是论述型、中立客观型的民进党御用的 YouTuber。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是，单纯就是从他今天这一段影片里面，他流露出来的他讲话的逻辑，他在意的点在哪里，再去回推我所认识的呱吉，在镜头面前展示出暴力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有没有可能是演？有没有可能他现在也觉得需要做到这个程度？当然，我只是说可能。这有没有可能是他允许他自己这么做？他不一定是演的，但是他放下心中最后的那个防线，他认为说，那既然大家都走极端，我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我的愤怒。镜头前面的肢体语言其实也是一种极端，不是只有言论而已。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中年危机，每天坐在办公室想的我30几岁打拼，结果我看到后起之秀每一个都赚得比我多，每一个都爬到我的上面当我的主管，公司也收了，这叫做中年危机。我认为呱吉现在进入到的就是后起之秀，用那种不讲武德的方式去赚取流量，凭什么？以前我们江湖上走跳不是这样玩的啦，只有我还在遵循蔡英文当时是开创一个跟 YouTuber 所谓的 KOL 合作的先河，他开创这个先河，所以迷惑性极高。当时的蔡英文民进党政府抓到这个事情之后，让多数的台湾人不知道这些人讲话带有意识形态。赖清德用的方法又比蔡英文更 low， 所以大环境在改变，全民对于网络 KOL 发言的警觉性更高，而导致现在的呱吉发现他进入到中年危机。呱吉最悲哀的是他嫉妒他的同行，要么就是没有论述能力的，他看不起，可是人家的流量比你高；要么是有论述能力的，他们走出去了，画出同温层，做你该做你嘴巴上要做，但是你做不到的事情。他还在原地。他有个关键是他踩到时代的红利窗口。对，所以今天呱吉是厉害还是不厉害？误以为那个时代的红利是自己的实力。我们19年入局到 YouTube 的时候，其实 YouTube 已经死成一片红海，只是说有一些新的东西冒出来，比如说直播啊，比如说政治类的评论。可是，在当年讲政治评论就被叫直播主，是时代创造了他以为他创造了时代，他只是搭火车的人，他以为他是开火车的。他的过气是整个结构式的，而他锁在这个结构里面，他并没有去调整自己的站位，没有去突破。老狗并不是新把戏，50岁了还在演高手低，那边自我存在危机。这个存在危机他自己造成的，他不愿意调整自己，他不会调整自己的行为跟认知。我觉得重点是认知，没有办法控制的不只是自己的情绪，也包括了自己的思想，甚至自己的人生，他都无法控制。他身边的一切从外到内，他都无法控制。一个前议员，对，我要讲的，留给大家的印象就只有屁股加快。有谁会说他的 achievement 是选上过台北市议员？那不是一个 achievement。对，你20岁的时候演高手低，你50岁了还在演高手低，你这一辈子就这样子啊。呱吉这个人，他没有责任心，他自认为比一般政治人物高的价值是什么？他自带流量。问题是这个100万网红的公司被他亲手弄垮，团队全部出走了，那你还敢说你是100万网红？你自己的流量不断在下滑，他连流量最后的残余价值都没有了。我请问你这个人还剩什么？你这个人连渣都不剩，呱吉这个人连渣都不剩。他要转型，要么就是四叉猫的方向去走，他又做不到，他就说我不做极端的事，接地气一点，他又做不到，你又不愿蹲，那你到底要什么？眼高手低，高不成低不就的中年危机，现在呱吉正在往这个方向走，但是你说他会不会真的倒呢？我认为他只要自吃老本，他还是有空间在。是啊，而且他的心理会越来越狭隘，他会把他关在自己的空间里。然后那这种人其实就真的没救了。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因为在宠粉跟粉丝互动这件事情，当然过去是因为他有团队，对，那现在他团队走了，他靠自己是比较做的没那么好，但是也不是说完全做不来。那该玩的把戏，那些娱乐型的，我觉得他也玩都有。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也蛮 chill 的，他还蛮做自己啊，可是没有用，他的失控并没有办法换算成一个更好的流量。你说今天我设计一个失控的桥段，结果我回来。是不是？但很好。做公众人物有个事情，你要由衷出发，你不要去演。对啊，你太演，你真的会让你很崩溃。就其实你就不是这样想的，你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？同意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同意。就说当你的认知有改变，你就承认嘛。